叶新一，我是刑部侍郎赵峰。听闻叶新一正要离开圣都，因而在此恭候。赵侍郎，这是何意？我是受人所托，将此物转交于你。这是叶新一不必多问，在下职责已尽，叶新一一路平安。 你先前离开圣都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怪让我惦记的。这一年都去哪儿了？那我去的地儿可多了，不然怎么能坐在这儿？别绕弯子了，说说吧，为什么做起了衙人？如今严家这么高，谁不想趁机多赚上一些，让自己过得好点儿？别再演了。 巧舌如簧，他怎么能拿得出这么多私盐来？看来袁绍卿对我成见很大啊。既然你们信不过我，那请便吧，我另觅买家就是了。你手上当真有盐？黄义明。 黄一民可是河南道一带最大的私盐贩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袁绍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连我吃饭的本事都给忘了。我治好了一个私盐贩的头痛症，他便将我引荐给了他大哥。叶新义，多有得罪了，干的是卖命的买卖，实在是对不住了，不得不小心些。明白。这黄一民的确有个绰号叫黄铁拐，只是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取的。说来也简单，他这腿疾，并不是外伤，而是妻子过世后。 由心疾引发的，所以你就替他诊治，和他攀上了交情。不错，正因为这份交情，他才让我接手了
一些私盐上的生意。你这故事讲的还真乏味，别再跟他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走。袁绍卿还没当上康平王的乘龙快婿呢，就开始对武舍人指手画脚啊，还是防着点他，以免被利用。你倒是担心你自己吧，有命赚钱，没命花。行了，少成，平安的生意，我哪有不做的道理？你若真认识这黄奕，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沿路我们可以再找，何必与虎谋皮？袁绍卿了解我几分，你大可不必将自己的懦弱无能强加在我身上。在我面前，你只要做好一个贤婿该做的就行了。谁这么大胆，敢拦我的车驾？刑部接到匿名举告，这辆马车上藏有私盐，得罪了。搜！是。侍郎，车盘底下搜到的。赵公，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们，我们怎么会在车底藏匿私盐？这定是有人诬陷我们。是不是诬陷，本官自会查明。没有官服，本官也不认得。那赵公见了官服，便可放行了吧？带了官服，就以官员的身份入监牢；没带官服，就以草民的身份入监牢。可想清楚了？不用麻烦了，我们两个草民，随赵侍郎走一趟吧。兄台，敢问张尚书呢？张尚书有差事，过2日才回京。慢着，劳烦跑堂大理寺，就说袁绍卿。说什么呢？幸好没人看见，不然我坚守这么多年的清誉全被你毁了。武舍人，让宪将军来提人。是。武舍人，你好吗？当然好。听狱卒说袁绍卿还在里面，要不要我将他一起带出来？用不着，他自有他的过桥梯。是谁这么大胆，敢陷害你？还能有谁？当然只有他，叶平安。叶平安？他不是你的朋友吗？是啊，可惜我跟他注定只能当对手。昔日我保你出狱，今日换你保我，我们算是扯平了。下一个。
无赦人。今日怎么不见那个姓谢的校尉？他性子太孤傲，前几日走了霉运，冲撞了统军，下了狱。那统军可是个记仇的人，恐怕是要趁机整死他。谢武舍人救我一命，谢广平愿为武舍人赴汤蹈火。那就别当校尉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跟随我兄长武安康上阵杀敌，最好能立个功。但我要你活着回来，做个将军给我看。是。扯不平。我是说，武舍人的恩，我记一辈子，刻骨铭心。刻骨铭心，可为我生，为我死。可。好，替我去找一个见过黄一民的私盐贩，我用得着。是。前线战事如何了？吴将军英勇，率军将硕丹逼退数十里。现大军在与其对峙，吴将军正准备找时机突袭。冒进可不好，你告诉他，不要太快。雪天路难行，盐、粮草均饷，恐怕都要迟一些。还有，你告知沿途仓司、工部、户部，谁敢怠慢，绝不轻容。康平王放心，属下一定办妥。贤儿，怎么去了一整天呢？少成没跟你回来？他还有事要办。那人手上的确有盐，而且他自称跟河南道上最大的私盐贩黄义民有交情，货就是他的。若真是黄义民，有那么多盐就说得通了。伢子的佣金要多少？800两。倒也是这个行家。不过这伢子的身份，你听了一定意外。他是叶平安。叶平安此举定是别有用心。若他真认识黄义民，那我们这条路不通，换一条。可是父亲，贤儿，我们你为的恐怕不是盐，而是想证明自己能赢过他吧？前几日，李允琛上了一道奏章，对吧？是。他盛赞太子品德，力保太子。圣上只批了5个字：四座且莫宣。莫宣，那是圣人在敲打他，故意让你看见。那也是在提醒我。沉住气，我让何意再另寻言路吧。风吹雪倚红绡梅，微醺绿胚暖烛光。今天这种天气，倒正适合叙旧。贤儿，这是带了什么好东西来啊？当然是万国香的小菜了。我的确许久未吃过了。你是唯一一个能吃得上我送的菜的人。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！皇兄，武士人带了好菜来，快来尝尝吧。这当官的还不配与老夫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吃菜的口味，我看也不一样。久闻黄铁拐大名，今日终于得见，没想到黄铁拐对官家成见颇深。只是这菜你不吃，又怎知合不合口味？哼，这一片地里种出的粮食还各有不同呢。这当官的也分有本事和没本事的。皇兄，万国香的小菜我吃过，确实不错，不如先试试。有的人为官
官袍底下不过是禽兽一只。有的人虽一身草莽布衣，却胸怀丘壑，重情重义。这也是我愿意来见黄铁拐的原因。这么年轻的丫头，来见我这个盐匪，还敢单刀赴会，倒也是不简单呐。其实也不止我一人，我还带了份见面礼，略表诚意。他，你肯定认得。武舍人不愧是手眼通天呢，这小子被下了大狱，我可是记挂了很久啊。老三，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呀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让叔好好看看。叔，哎，看来武舍人到底是信不过我，还找个人来认认脸。现在可是相信了。不过是在商言商。黄铁拐来这儿带了多少盐？冬日路难行，再加上这圣都附近盘查得很严，这次我只带了1000担，藏于山中各处。啊，货虽然不多，但这第一次生意谈成，大家有了默契，再往后谈生意，那就容易多了。既然如此，平安，你的钱我只能先付你一半，等后面的生意都成了，再把余下的补齐，你不介意吧？我自然不会与武舍人计较这个。给我2日折兑现银，2日后，在附近的七云山见，互验银货。进。堂堂大理寺少卿，怎么比我还晚1日出来？听闻你刚从城外回来，说到底，还是去跟叶平安做生意了。是又如何？康平王知道吗？这种小事，我父亲自然不必知道。不过，你要是能拿出1000两，这笔生意倒也能让你掺一脚，利润分你30%。银两要得紧，交易兴许就在近几日。我提醒过你，叶平安他有问题。他有问题，需要你来提醒我。他既然费尽心机结识了私盐贩，就一定是挖了坑等着我跳。那你为何非要与他做交易？你该不会以为我是真想买他的盐吧？我是想知道过了1年，我和他再次过招，谁更胜一筹？你若执意与他斗，我就不偿还了。那你还不走？是等着看我沐浴吗？都怪我，如果当时我没有走，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姑母，这跟你没关系。你跟丹心都是做了决定就不回头的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姑母我会有多难过？是平安不孝，可平安此生只能做个不孝之人了。我问你，你为何要亲自现身去交易？你明知这样做一定会引起对方的警惕。一个人独自下棋久了，总会渴望对手的出现。但吴显儿发现我给他布下了诱饵，你说
他会不会邀钩呢？慢点，慢点啊！真可爱。哎呀，我们宁儿过来看谁啦？来，让叔父抱一下啊！被你叔父的凶样吓到了吧？我们宁儿啊，天生聪慧，一看就知道你叔父是个大坏蛋。哎，跟咱们女儿说什么呢？本来就是嘛，你弟弟为虎作伥，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骂咱们家，我出门都抬不起头。走了，宁儿啊，以后可千万别学你叔父。嫂子就是嘴上不饶人，实则用了我给孩子取的名字“刀子嘴豆腐心”。对了，你身边那个整日盯着你的何茂山，可是个小人，你还不处理掉他？袁少卿，袁少卿应当不知道我跟康平王都说过什么吧？什么意思？那个叫陆丹心的死了之后，你和叶平安一起去他的住处找他留下的东西，你们的对话，我可在外面都听到了。哎，不是袁少卿，袁少卿莫紧张，袁少卿莫紧张。我向康平王禀报的时候，只转述了叶平安的话，并没提及你也在场。好。为何不拿此事向康平王邀功呢？哎呦，我能邀什么功啊？我就是大理寺的一个小吏罢了。康平王看不上，哎，我得罪了你，我就能平步青云了。再说了，眼下康平王器重的是你，只有跟着袁少卿，才能越混越好。啊？知道他是小人，就知道该怎么用他了。那个消失的叶平安现身了。没错，叶平安摇身一变成了牙人，其中定有蹊跷。康平王那头尚未兑现举建武做尚书右丞的承诺，如果我能抓到他的把柄，我就可以得到康平王的倚重。赵玉，在。我宇呢？又去看长青了。自从他知道长青是采莲的父亲后，就把长青当自己的父亲来孝敬。你去一趟，跟他说，近些日子盯紧吴显儿，有任何异动，禀报给我。是。吴舍人，黄一民怎么没来啊？若买家卖家过从甚密，我这牙人不就没用了吗？行，那就户宴迎祸吧。慢着，不用追，不是冲我来的。带上人，随我出城。是。我看到吴显儿出城，就派人跟上了他，一路上留下追踪的记号。去大理寺叫人，即刻出发。货都在这儿了。不用了，既是你光顾我的生意，我自是信得过。想必你的言也是足斤足两。武舍人既然是我的财神，我送送你。哎，我们之间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
告辞。都给我站住！上！把两边人全都拿下！ 这是状告何以克扣曹响的举告信。武由敬为人谨慎，看到后必会自断扬州沿路。沿路一断，他必急寻续接之策。平安，我们就能走下一步棋了。康平王饶命啊！下官定将戴罪立功。滚！是，这就寻条新的沿路来弥补过错。你真的只要100文1斗？ 吴显儿既然看得起我这个对手，那我便遂了他的心愿，化身为鼠，让他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引他这只桀骜不驯的猫入局。原来1年前放在观中的是掌心使令牌。叶心使既然重回圣都，又找上赵母，想必是身有要事了。圣都之中。 有官员操控盐业以谋私，我想将这条大鱼钓出来。盐价高涨，百姓无盐可食，民生困苦。这背后的人，是时候该被揪出来了。古舍人，我接到密信，有人举报你身为朝廷命官，知法犯法，谐音购买私盐。 赵侍郎来得正好，我也接到密信，称此处有人贩卖私盐，我便前来交易，引其上钩。果然，人赃俱获，还请赵侍郎将他拿下。赵侍郎，武士人说我贩卖私盐，可买卖同罪，赃银在此，仅凭他一面之词，岂能定罪？ 禀报侍郎，发现一副山文甲。吴舍人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？你让我们准备的东西还放吗？放。是。叶平安，你可真是胆大包天！ 不但贩卖私盐，还私藏甲胄，此等行径，罪同谋逆。我不过一介平民，怎么可能有这山文甲？有这能力的，得是你武家呀！你没有这能力，你身后的人有。要是武家落难，最大的受益者便是李氏。为保东宫储君之位铤而走险，不足为奇。好了，越说越荒唐。 此事关系重大，仅凭一人之言，难辨真假。此物就藏在私盐之中，无论如何，叶平安都脱不了干系。来人！慢着！我看谁敢轻举妄动！赵侍郎，你如此维护叶平安，难道是也想谋逆吗？赵侍郎，我跟你走。 这边，快！撤！你们快走，快走！
此人便是叶平安同伙，河南道上最大的私盐贩黄一鸣。不对，此人的拐杖呢？好一个鱼目混珠！此事牵涉甚广。 袁少卿，还请将人交由刑部，以便详查。人是我抓的，自然要交由大理寺来审理。袁少卿，赵侍郎，嫌犯叶平安是从你手里逃走的，就算是你无意放了他，也难逃渎职之责。这件事，你就别插手了。 无赦人，这个赵峰，上书过圣上，称太子才是正统。你去趟新开狱，告诉周明，赵峰牵涉盐甲案。周明知道要如何从赵峰那儿搜到证据。是。案犯叶平安私售甲胄，拒捕逃窜王子无天，流窜于洛州。举告去向者，赏银100两；驻官府缉拿者，赏银1000两。而若有敢助其藏匿者，与之同罪。这叶平安怎么这么多事儿？就是啊。 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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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吵什么吵？没看见有人在睡觉吗？你怎么敢这么嚣张呢？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可不是一般的牢狱，这是大理寺狱。就算你是刀口嗜血的人，在这儿，你是龙你得给我盘着，是虎得给我卧着。哎，你月俸多少啊？啊，400文1斗的盐，你的月俸又能买多少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既然露出了真面目，就别装什么私盐犯了。现如今叶平安的罪行，不是贩卖私盐那么简单。他私藏甲胄，据大风律法，1甲顶3弩，3甲进地府。这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哼，左右都是个死字，罪名或大或小，有关系吗？我就问你2件事：一，你们与黄一民之间是什么关系？2，叶平安此刻在哪里？哼，我就知道，让你这样的硬骨头开口，没那么容易，所以我早有准备。要对我用什么刑啊？一块儿上吧。那倒是不必，只是你这本名本该无从查证，可我还是找着了。裘银，你本是一介农户，因田地被霸占，被逼成了流民，后靠江湖朋友救济，才学得一身武艺，以做打手为生，所以你这心底就刻了个义字。你从哪里知道的？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像我这样的人，义字大过天。朋友和亲人之间没有区别，你们这些狗官不会明白的。说得好，那我今天倒要看看，在朋友和真正的亲人面前，你该怎么选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在阮阳县你还有个表弟吧？不如我将他接来，
来探望你如何？我即刻便去，替你好好照顾照顾他。哎，不用，我可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。这1年来，我们都在摸索沿路，因为我们知道无由境需要盐。那你们怎么知道，康平王此时会因扬州千户状告合议，而停掉所有扬州的盐路？难不成前些日子送去大理寺，状告合议贪没漕运费的信，是出自叶平安的手笔？哼，不错。至于那个什么黄义民，我们并不认识。只是因为他的名头比较响亮，我们才借来一用。他倒编了一手好故事啊！那封状告信上写的可不是假话。还有你那个好岳父，从去年至今，就以捉拿流寇、看守盐田为由，派人到盐地去，花样百出的霸占农户的田地，害得多少人成了流民，不得不去做了私盐贩。嘿，你这反贼，竟敢肆意诋毁康平王！叶平安，告诉我，叶平安此刻人在哪儿？开门！来，他服用过什么？没有啊，进来就喝了2碗水啊。去找郎中。他若死了，我拿你试问。是。这个叶平安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。他呀，一向擅长无中生有的把戏。盐的事，再想办法吧。那几副山文甲哪儿来的呀？正你要把叶平安抓来审问，私藏铠甲的是他。你明知私藏铠甲是重罪，何必要用？若不是用铠甲，叶平安就能安然无恙地解释他的盐从何而来。他回来了，那争斗便开始了。这一次，需将他一招致命。怎么样了？人犯现在状况很差，不适合提审。给我查！我倒想看看，什么人敢在大理寺内下毒。吩咐下去，除我之外，任何人不得接近此人的牢房。是。少卿，我想找你单独聊聊。有话直说。刚才那个老头有几句话说的没错，就凭我现在这点俸禄，我吃盐都不敢放开了吃。哼，都是些挑拨是非的话。你平日里俸禄虽然不高，可康平王私底下没少给你好处吧？所以我想，我指望少卿你能提拔我的想法错了。我当初就应该跟康平王……哎，少卿，你说现在我能反悔吗？这是康平王给你的定亲礼，小人可不敢收。哎，他现在呀，就是你事成后的赏金。我原本打算将他交付给文宇，既然你求功心切，我便将他交付于你。什么事儿啊？去曹州，找真正的黄一民，游说他卖私盐给我们。我打听过了，他卖的私盐的确便宜。若真能成就此事，你便替我在康平王那儿立下了大功。哎，
可这曹州我人生地不熟的，就算我见到了真的黄一民，他恐怕也很难见我一面吧。若是没有半点把握，我自然也不会让文宇去办此事了。打开看看。这是信物。黄一民这个私盐犯，重利，更重情。他膝下有一子，名叫黄芪。恰巧我结识了一位经商的朋友，多年前在黄芪被响马追杀之时舍身相救，黄芪便将这颗打掉的牙齿赠予了我那位朋友，允他日后但凡有事，他定会鼎力相助。放心吧，定不负绍兴重托。限你3日，就是将马腿跑断，也要将此事办成。是。往事成灰，碾落成泥，如烟旧梦不可及。渐远的呼吸，堆叠成疏离，思念成片绵为体恤，纷愁乱絮不成句。回眸间已无前尘可语，遗憾恍惚中理不清。言不尽，埋入岁月里，不敢轻易提起。一杯冷月灼灰，一纸斑驳清泪，憧憬仓促间落笔成事与愿违。孤雁啼爱生辉，夙夜辗转不成美，只能这一丝。一纸斑驳清泪，憧憬苍